自俄特别行动开始以来，俄首次动用了图 22M3 轰炸机。它是俄罗斯的主力轰炸机种之一，绰号“逆火”，是一种超音速、可变机翼的远程战略轰炸机。该型具有核打击、常规攻击以及反舰能力，良好的低空突防性能，使其生存能力大大高于前苏联以往的轰炸机。由于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，又采用可变机翼设计，仍是俄军轰炸机部队的主力型号之一。作为一款专业的海上反舰作战平台，图 22M3 是海军航母舰队最忌惮的武器之一，是图22轰炸机家族的最新改进版，既可以进行战略核轰炸，也可以进行战术轰炸，尤其是携带大威力反舰导弹，远距离快速奔袭，攻击航空母舰编队，部署在任何一个地方，都对战略空间是一种巨大的威慑。在1982年的美苏最高级会谈中，美国坚持让苏联裁减图 22M 系列轰炸机的发展计划。然而，苏联坚持该型是中程轰炸机，才得以保留继续发展。那么，俄罗斯这款轰炸机有着怎样的历史？目前处于什么水平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图 22M 系列轰炸机从服役至今已经46年，它前身是图22，绰号“眼罩”，即苏联的第一架超音速战略轰炸机，但其性能和航程不是非常令人满意。飞机加满油和导弹后，根本无法进行超音速飞行，就算到达目标附近时，其速度达到 1.5 马赫，也无法有效规避当时北约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的拦截。飞行员对其评价不高，维护成本也相当高。因此，苏军对此轰炸机并不满意，只是少量装备，并责成各设计局开发下一代超音速轰炸机来取代图16和图22。于是便有了图22的改良版图 22M， 虽然只多了一个 M， 但实际上图 22M 进行了全新的设计，只有前起落架与弹舱门与图22相同。它们的区别相当于图16和图22的区别。苏联飞行员把图 22M 称为11，这不是什么抱怨，因为图 22M 比起前一代图22好太多了。图 22M 的第一架原型机于1969年6月制造完毕，1969年8月30日首次试飞，1974年生产型开始交付。它的衍生型号有 M1 预生产型、M2 首批生产型、M3 先进远程轰炸及海上型、M32 侦察及电子战型等型别。截止1992年停产时，各型机共生产497架。21世纪初只保留 M3 型，主要装备于俄罗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。苏联解体时，子机大约有370架，其中空军操作210架，海军160架。之后，由于图 22M 维修困难，加上俄国经济困难，此机于1993年停产。目前有62架图 22M3 在俄罗斯空天军服役，其中30架图 22M3 将进行现代化升级至图 22M3M 新的型号。升级改造后，图 22M 系列轰炸机不仅能更好地执行日常巡逻任务，还可能被赋予新的作战使命，其在俄空军战略航空兵中的地位也将因此得到巩固。以图 22M3 为参考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性能数据有哪些。人员能够乘坐4人，包括1名飞行员、1名副驾驶、1名领航员、1名武器操作员。采用了并联双座又前后串联4座的设计，这样的座舱布局非常少见。该机长 42.4 米，翼展全展开 34.28 米，全收拢 23.3 米，全高 11.05 米，机翼面积 183.6 平方米，空重58000公斤，最大起飞重量124000至126000公斤，最高飞行速度 2.3 马赫。强大的动力来源于它身后的2台库兹涅佐夫 NK 25涡扇发动机，每台发动机可以产生245千牛的推力，爬升率15米每秒，最大升限13300米，最大航程7000公里，需要空中加油才能返于美俄之间，这便是美国为什么要俄取消加油管，飞不到美国才最重要。作战半径2410公里，翼负荷688公斤平方米，推重比 0.40。图 22M3 轰炸机最大武器挂载24吨，它的武器装备有一门 GSH-23L 型23毫米机尾遥控机炮，该机炮采用双炮管，有基本型和略微加长型，射速每分钟3400至3600发。3枚 KH-22空对地导弹分别挂载在2翼根部和机腹弹舱半埋配置，这种导弹是一种远程反舰导弹，设计之初专门用来对付美国航空母舰的。6枚 KH-15短程攻击导弹，该导弹是现役的短程超高音速空射型核子导弹，射程300公里。此外，还装备了各式自由落体炸弹，例如69枚 FAB-250 炸弹或8枚 FAB-1500 炸弹。图 22M 轰炸机的设计工作包含了诸多的第一次，尤其是可变后掠翼。
外翼由驱动螺旋千斤顶的2台液压马达作动，还可由单独的液压系统提供动力。图 22M 的2个发动机布局独特，摆在平尾上方、垂尾根部两侧。当然，这种布局使得维护发动机相当的困难，因此 M 型重新设计了大部分机身。飞行员可根据各种飞行模式选择4种机翼后掠角度：20度后掠角用于起飞和降落，30度用于爬升开始和长时间亚音速巡航时，50度用于低空跨音速飞行突破防空线，60度用于超音速巡航。在航电系统上，它具有陆上和海上下视能力的远距探测雷达、轰炸导航雷达、多普勒导航和计算系统，还安装有 SRCO、2敌我识别器、警敌3全向警戒雷达等电子对抗设备。在图 22M 服役期间，其参与了很多次实战任务。1988年5月至1989年2月，图 22M3 轰炸阿富汗游击队永久工事、基地和部队集结点，共出动了608架次，投掷了122枚 FAB-3000航弹。1994年11月29日到1996年8月14日的第一次车臣冲突中，派出了14架图 22M3 轰炸机，共出动172架次，其中攻击武装组织目标60架次，对道路、山口和地段实施布雷65架次，对目标和地面实施照明24架次，转场23架次，共飞行737小时。2008年8月8日，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因为南奥塞梯问题爆发了武装冲突。在俄格冲突中，远程航空兵图 22M3 再度披挂上阵，重型轰炸航空兵第52团的一架图 22M3 在轰炸格鲁吉亚一个步兵旅集结的返航途中，在6000米高空被击落，未能再现昔日的零损失记录。2016年8至9月，俄空天军远程航空兵连续出动6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，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大本营拉卡实施打击。2022年4月17日，俄军出动图 22M3 战略轰炸机，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马里乌波尔的亚速营进行了打击，也许是给莫斯科号复仇。目前，俄在役的轰炸机有16架图160、60架图95以及62架图 22M。显而易见的是，图 22M 战备率最高，但在今天它的处境有些尴尬。魔改的图16也达到了与它差不多的战力，而它最大的优势就只剩超音速和可变机翼设计。在现代战争中比较关键的一项就是高超音速导弹，如果它们能够有效结合，再加上部分升级制，最新的图 22M3M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生命力。由于图160数量太少，短时间内图 22M3 仍是俄军轰炸机部队的主力型号之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求观众老爷们送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菜，感谢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